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的贺卡都画好了。爸爸厂里忙，咱们再等会儿。菜凉了，妈去热。再亲一个吗？爸，老陈，你会……妈妈，妞妞怕。哎呦，老陈，这就是你天天挂在嘴边那个像老妈子一样的黄脸婆啊！老陈，老陈，你好歹也是个大厂长，怎么住这种穷酸地方？还有这沙发套着什么破布啊，一股子油烟味儿。娇娇，委屈你了，这不马上就要换大房子了吗？沈婉，既然你看见了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厂里现在改制，我说了算。我现在的身份带你出去应酬，别人都以为我带了个保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咱们离婚吧。家里的钱，存折上的8万块，还有这套房子，都是我当厂长这几年赚来的。一个连班都不上的家庭妇女，没资格。你净身出户。就是吃老陈的，喝老陈的。大妈，做人要知足。你赚来的，陈建国，85年厂里分房，你只是个锅炉工，是我在纺织车间连熬了3个月大夜，干出了肺病，才换来这套房子。你当上厂长，是谁天天去领导家送礼求情？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有我一半的命在里面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是厂长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快50岁的人了，黄土埋了半截。离了我，你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你不签字，明天我就动用厂里的关系，停了你的医保，断了你的口粮供应。我看你一个老女人带着个拖油瓶，能硬气到几时？陈建国，20年，我用半条命把你从锅炉工熬成厂长，你以为你能断了我的粮？今天不是你陈建国要跟我离婚，而是我沈婉要休了你。行，骨头硬是吧？不签是吧？妞妞的户口，现在可还挂在我的名下。明天一早，我就让人把妞妞的户口迁回我乡下老家，让她回村里去喂猪、种地，让她这辈子都当个没出息的泥腿子。爸爸，我不要去乡下，奶奶会打我。爸爸抱。哪来的小野种？离我远点儿！妞妞，发烧了，惊厥了，得去医院。今天不把字签了，这门你别想出！拖死这小丫头片子也是你自找的。陈建国，你下半辈子发癫，想找几只野鸡，我不拦着。今天谁敢拦着我救女儿，我剁了他的手，给他下刀菜。既然如此，这婚也没必要再过下去了。字我签了，这破房子还有存折上那点脏钱，我一分不要，就当是我沈婉提前给你们俩买棺材的本钱了。女儿归我，陈建国，从今往后你我死生不复相见。老陈，你赶紧过来看看，这柜子里都塞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，看着就晦气，赶紧全扔出去。换，全换！沈婉，听见没有？这些破烂你赶紧打包带走。不用了，沾了畜生味儿的东西，我嫌脏。哈，家里那台进口大彩电你不要，你抱个破铁锅走，怎么着？真打算以后去天桥底下要饭啊？这是我太爷爷当年在御膳房掌勺传下来的铁锅，我沈家祖上3代御厨，有手艺不靠男人。这口锅是我沈婉半辈子的底气。
至于剩下的那些垃圾，留给你们俩正好配对。你站住！站住！沈婉，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我陈建国不是那种绝情绝义的人。你净身出户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这10块钱你拿着，拿去给妞妞买点退烧药，剩下的买2个馒头，就当是我赏你的。以后就算饿死在街头，也别来厂里找我要饭，丢我这个厂长的脸。老陈，你就是太心软，10块钱呢，够买多少斤排骨了？喂狗都比给他强。大妈，还不赶紧跪下谢谢我们家老陈？沈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陈建国，你的钱和你的人一样，让我觉得恶心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这辈子就算我沈婉讨饭，也讨不到你陈建国的门上。妈妈，我冷，妞妞好饿。妞妞乖，妞妞不怕，妈妈在，妈妈不会让你挨冻受饿的。妈妈，我们去哪儿呀？我们是不是没有家了？爸爸不要我们了。谁说我们没有家？有妈妈在的地方，就是妞妞的家。你爸爸瞎了眼，粘上了坏女人，但妈妈有手艺，有这口锅，明天天一亮，妈妈就给你做热腾腾的葱油饼，做香喷喷的红烧肉。妈妈绝对饿不着你。陈建国，你们所有人都以为女人到了50岁，离了男人就只能等死。你们以为50岁是女人的终点，但我沈婉偏要告诉你们，30岁立不住，50岁我偏要重新开火。妈妈，妞妞肚子好痛，想吃热汤面。不能哭，哭了，妞妞就真没命了。妞妞等妈妈，妈妈这就去给你下热汤面。哎呦，大妹子，你这大半夜的要饭去火车站候车室啊？我这都收摊了。大哥，我不讨饭。我女儿发高烧，饿得不行了。大哥，借您的煤炉子和一点剩面条用用。您这摊位，我给您免费打扫1个月。借炉子？你会做饭吗你？再说我这什么都没了，你拿什么做？只要有火，有锅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哎，造孽啊！行吧行吧，炉子火还没灭，赶紧的。就剩那点清汤寡水和烂白菜帮子，你随便弄点给孩子吃了吧。谢谢大哥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什么味儿？用烂菜叶子能煮出这种香味儿？陆董，您把药咽下去啊！明天还有过亿的跨国签约，您要是倒了，整个集团就完了。没用，疼的咽不下。这味道，陆董，您说什么？快吃药！
面，热汤面。陆董，那是这边要饭的脏摊子，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，您千万不能吃。香，好香！哎，哎呦，抢劫啊！卖给我，1000块，不，10000块，把这碗面给我。钱收起来吧，看你疼得快没命了，吃吧，先暖暖胃。这火候，这极其完美的白菜丝的甜味，这种直击灵魂的温暖。陆征的脑海中闪过30年前大饥荒的桃香路上，他饿得奄奄一息时，母亲用最后一点野菜和面糊为他熬出的那一碗救命汤。那是他苦寻了30年，吃遍全球米其林餐厅都再也没有尝到过的王母的味道。妈，我终于吃到了。陆总，您怎么哭了？陆董，这可是限量版的金劳，您戴了10年了。大妹子，大恩不言谢。这块表，你去当铺当掉，就算我的饭钱。拿回去吧。大妹子，你可能不认识这个牌子，这表值一些钱，够你们娘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大兄弟，这世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论价的，都不容易。一碗面而已，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。你吃饱了，胃不疼了，就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给人家老板洗碗。陆董，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10万块钱的表都不要，非要在这种鬼天气里受冻，她肯定是不识货。不，阿强，是咱们俗了。这女人好硬的骨头，净身出户，流落街头，高烧的女儿，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早就被压垮，或者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。但她没有，她甚至还能分出一碗面来救我这个陌生人。阿强，看清楚那张脸。我陆征这辈子从没欠过别人这么大的人情，我准备在这里再多待2天。要是他遇到什么麻烦，我还能帮助到他。起来，起来，给我滚起来！市里马上要卫生检查了，谁让你们在这儿搭棚的？赶紧滚，别在这儿影响市容。要饭去别处要，别碰我女儿，我们马上走。陆董，这帮治安员太欺负人了，我下去提醒提醒他们。先别急，他心气高，当面帮他，他会觉得难堪。用你们的方式把人打发了，记住，别惊动他。哥几个行个方便，这位大姐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。你是谁？大姐，昨晚谢谢您的面。阿强，陆董，您吩咐去查一下，
市里最近关于国营商铺，特别是餐饮业改制的红头文件。陆董，咱们集团在内地的业务都是重工和房地产，您要涉足餐饮，这利润太薄了吧？不是我要涉足餐饮，我要帮他拿下市中心地段最好、规模最大的国营饭店门面。陆董，那可是市里的一块肥肉，多少人盯着呢？您动用这么大的资源去抢，就为了报一碗面的恩情？一碗面？阿强，你不懂，那口黑铁锅里装的是绝顶的手艺和压不弯的脊梁。我要亲手给他搭一个戏台，我要看着他到底能不能用那口铁锅把这个城市的天翻过来。陆董，您这次能回国投资，真是咱们市的荣幸。我干了，您随意。陆总，您尝尝这个，人家亲手剥的呢。给我滚开！陆总，您说什么？我说滚！陆董，这帮人太没眼力见了，要不我把他们全换了？阿强，在，去，给我找一套衣服，要下岗员工穿的那种夹克，越旧越好，再弄一双破机放鞋。陆董，您要下岗员工的衣服干嘛？明天市长还要跟您开会呢。推了，从明天起，集团的事儿你盯着，我要去办一件比100亿投资更重要的事。是。老板，您看我行吗？我切菜、颠勺、洗碗都能干，工钱您看着给就行。去，我们要的是年轻利索的服务员。你都快50了吧，老大妈我们要不起，别挡着我招人。哎呦，这人怎么回事？别管，肯定是碰瓷儿的。现在下岗的穷疯了，离远点。大兄弟，快吃吧，胃里有食，身上才有热气。快吃吧。大妹子，那天是我装的，其实我就是个下岗工人。大妹子，我机床厂下岗了，老婆看我没钱跟人跑了，我3天没吃饭了，真不想活了。没事的。哭什么？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吃饱了，总能活下去。妈妈，小心！是谁？你还跟着我干什么？刚刚没吃饱吗？大妹子，我不是来要饭的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啊，这危险的活哪能让女人干？叔叔好厉害呀！大妹子，你看我这把老骨头还行吧？我不要工钱，你只要管我一顿饭，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以后劈柴、生火、扛棉袋子，我全包了。先洗手，吃饭。婉儿，以后换我来护着你。老陆，既然你愿意跟着我干，明天就跟我去趟街道办。去那儿干啥？我看中了街角那个废弃的国营饭店，咱们去盘下来，重新开火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你想承包那个铺面，大姐你开什么玩笑？那可是国营资产，承包费1年2万块，你有吗？领导，那个铺面已经废弃3年，里面连灶台都塌了，2万块实在太高，能不能通融？我可以分期交。通融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实话告诉你，那铺面是留给上面关系户的，没有内部条子，你一个下岗妇女凑什么热闹？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办公。打扰了。
区区一个干事，也敢动我的人。王建业，你活腻了。阿强，动用我们在市里的外资关系，给那个区的街道办施压，告诉他们，外资注入该街区的前提是必须扶持传统民间手艺人。我要他们求着他签下那个铺面。明白，陆总，马上办。王建业，你干的好事儿！外资考察团指名道姓要看我们街区扶持的传统手艺人。要是这笔100万美元的投资黄了，你马上给我卷铺盖滚蛋！全街区会做传统手艺的还有谁？主任，昨天有个会做御膳的老娘们儿来问过铺面，那还不赶紧去请！哎呀，沈大姐，可算找到您了。您是？沈大姐，这是市里的最新政策，大力扶持您这民间手艺人。那个国营门面不要2万，政策补贴价每个月只要300块租金。沈大姐，您就签了吧，您不签我这工作都没法开展了，算我求您了。大妹子，还愣着干啥呢？你看你命真好，连老天爷都帮你开业呢，赶紧签吧。老陆，往左边一点正，还是往右边一点正？婉儿姐，你站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正的。哟，沈大姐，这铺子真让你盘下来了。这男的是谁啊？我远房表哥来城里投奔我的，在店里帮个下手。老陆，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招牌挂上去了，咱们可就算正式搭伙干活了。店里刚起步，我手里没闲钱，开不出你的工资。只要有我沈婉一口吃的，就绝对饿不着你。行，不要工资，我给你打1辈子下手。干活去吧，一辈子长着呢。藏什么？拿出来。没事儿，大妹子，不小心蹭了一下，洗洗就好。闭嘴！都多大个人，还这么不小心？忍着点儿。好了，这几天伤口别沾水，劈柴的活儿。老陆，尝尝火候，看甜酸度够不够。好吃，好香。看来盐放的正好了。而且还挺好看的。糟了，下午刚买的300斤蜂窝煤还在门外没搬进来。糟了，下午刚买的300斤蜂窝煤还在门外没搬进来。老陆！老陆，胃又疼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煮锅汤，很快就好。
煤值钱还是命值钱？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还当自己是20岁的小伙子？临死你算了，傻老头。也就只有你敢这么数落我。大妹子，明天就开业了。你把借来的钱，全部的身家性命，都砸进这间铺子里了。你一个女人，在这条街上无亲无故，怕不怕明天没人来？怕不怕赔得底掉，连饭都吃不上？怕。我20岁嫁人，伺候了一大家子20年，最后被扫地出门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这世上靠男人，男人会跑；靠山，山会倒。但我这双手，这口锅，就是我沈婉的底气。就算明天赔得底掉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只要我手艺还在，我就相信我能在这座城市里硬生生的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沈婉，你只管往前走，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输。妈妈，陆伯伯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我们的新饭馆，明天我们就要赚大钱啦！是啊，明天就要开业了。老陆，你今晚带着妞妞在店里睡，明天一早工商局要来查营业执照，我得回一趟那个恶心的地方，找陈建国拿户口本。老陈，这大金链子真沉，戴得人家脖子都酸了。只要你高兴，明天再给你买个金手镯。陈建国，把户口本给我，我要去办营业执照和妞妞的转学手续。营业执照，听厂里的人说，你在市中心那个废弃的破街角租了个连狗都不去的破门面，怎么着，沈婉？你这是打算把要饭的摊子正式摆到大街上去了？哎呦，老陈，你别这么说大妈呀！一个快50岁的老女人，连个男人都没有，还学人家年轻人下海当个体户。大妈，做买卖可是要本钱的，就你那点连买肉都不够的穷酸样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把门面退了，免得到时候赔得连底裤都不剩，带着那个小拖油瓶去跳河。说完了吗？陈婉，你敢抢！陈建国，这上面有我女儿的名字，我不拿，难道留着给你当草纸？你们俩给我竖起耳朵听好，50岁的女人不靠男人，照样能活得硬气。倒是你陈建国，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的死工资，哪来的钱买真皮沙发？哪来的钱买大金链子？靠挪用厂里的公款养小老婆，这日子过得挺滋润啊。你最好祈祷你的账面做得天衣无缝，否则小心哪天进去吃牢饭，连这身皮都保不住。沈婉，你少在这吓唬我！你那破饭馆今天开业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陈建国在市里有的是人脉，我迟早找人查封了你那破店。我就说吧，这地方风水不好，开一家倒一家。风水是一回事，你看看那老板娘，一个快50岁的下岗女工，能炒出什么好菜？现在的有钱人都去大酒楼吃海鲜了，谁吃他那种家常菜呀？我看呐，他这店撑不过1个月就得关门大吉。喝口水润润嗓子。老陆，你说我是不是真老了，跟不上这时代的口味了？别听外面那些人放屁。大妹子，记住，好饭不怕晚，你锅里炒出来的手艺配得上满堂彩。只要有1个人吃过，这店的门槛就会被踏破。老板娘，这附近连个像样的馆子都没有，饿
饿死老子了！别拿菜单糊弄我，把你们这儿最拿手的菜随便炒一个。先说好，老子吃遍了市里的大酒楼，嘴刁得很。你要是炒的不好吃，我可不付钱，还得砸了你这破招牌。客人稍坐，不好吃，分文不取。切，就这。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结账，不用找了。老板娘，你这手艺绝了！明天中午给我留几张桌子，我带全场的兄弟来吃。这手艺靠路人一个传播太慢了，他不该受这种冷清的委屈。婉儿，我去后巷倒个垃圾，马上回来。去吧，顺便歇会儿。陆董，您终于来电话了。阿强，放下手里所有的事儿，去通知那个正在市里考察的外资代表团路长史密斯，还有市里那几个自命不凡的顶级美食家，告诉他们，今天中午全部给我到街角那家晚记饭馆去吃饭。陆董，史密斯先生中午原本约了饭局，推了。告诉他，想拿我的投资就去那个饭馆吃。记住，定下规矩，任何人不许暴露我的身份。谁敢在饭馆里对老板娘有一丝一毫的不敬，或者嫌弃饭馆的条件，立刻卷铺盖，给我滚出中国！我的乖乖，这车牌号不是市府的，又是大外宾的啊，怎么停这破地方来了？史密斯先生，这地方连个空调都没有，卫生条件太差了，咱们还是回涉外大酒店吧。No， 投资方指定这里，必须尝尝。完了，这老太婆要出大洋相了！这种大人物能吃得惯她那口大锅菜？要是吃坏了肚子，非把她店砸了不可。几位老板好，店小菜少，但包您吃得干净。想吃点什么？老板娘，口气不小。既然敢接外宾，那老夫今天就点2道最考验基本功的菜，1道文思豆腐，1道油爆双脆。做不出来或者做的砸了招牌，你这店今天下午就给我关门。您稍坐，20分钟菜上桌。文思豆腐，油爆双脆，各位慢用。这怎么可能？文思豆腐细如发丝，穿针不断，这刀工，这没有30年的童子功，绝对切不出来。Oh my god， 这是魔法，这是艺术，绝了！火候巅峰，多1秒则老，少1秒则生。老夫吃了一辈子，这才是真正的御膳水准。好。妈妈，街角那家晚记，绝对是咱们市餐饮界的卧虎藏龙，那里的中国菜比米其林3星还要棒。3号桌红烧肉出锅，老陆走菜，打包的稍等，火候没到不能出锅，砸招牌的事儿我不干。慢点炒，钱是赚不完的，别把我老板娘累坏了。少贫嘴，前厅5号桌还等着上菜，赶紧忙活去。食堂饭菜像猪屎，我们要换承包商。这帮刁民，食堂的伙食费我都拨下去了。他们还闹什么闹？还不是你那个小舅子把好肉都换成了臭肉。老陈，你赶紧想办法啊！
下午市里的几个大客户还要来考察呢，总不能带他们去吃食堂的猪食吧？厂长，您别急，我听说最近市中心街角新开了一家饭馆，叫什么晚记，那家店现在可神了，火得一塌糊涂，连那个外资代表团的史密斯先生还有齐老都天天去那儿排队。哦，有这种神店？是啊，据说老板娘的手艺那是御膳房传下来的，现在市里有头有脸的老板都以能在那儿请客为荣。好，就去这家，马上打电话去订个最好的包间，下午我带客户去那儿吃。厂长，那家店没电话，也不接受预定，连齐老再去都得再打电话排队，那是他们面子不够大。我堂堂国营大厂的厂长去他一个小破饭馆吃饭，那是给他脸。娇娇，走，换上我给你买的那件貂皮大衣，咱们去会会这个神店的老板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大客户。我是红星机械厂的厂长陈建国，给我腾一张最清静的桌子出来。老陈，那是沈婉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婉，你在这儿打工啊？张总，您怎么跟一个下岗女工喝酒？陈建国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直呼沈老板的大名？起开，别挡着我们给沈老板敬酒。你想吃饭，滚到外面排队去。张总客气了，我的规矩，进门都是客，但捣乱的狗不招待。老陆，把门口那2只乱叫的狗给我轰出去。老陈，你看见没有？刚才进去的那波人点了一大桌子菜，就他这客流量，一盘菜就算赚2块钱，他这一天下来，少说也得赚大几百块，一个月就是上万啊！老陈，这老女人凭什么赚这么多钱？她要是早跟你一起开店，这钱不也有你的一半吗？我的钱？哼，当然是我的钱。她沈婉嫁给我20年，她学做菜用的油盐酱醋，哪一样不是花我陈建国的钱买的？没有我养她20年，她能有这手艺，这店理所应当有我陈建国1半的股份。走，跟我过去收账。沈婉，给我倒杯龙井茶来，要热的。一共是12.5块，收您15，找您2.5块，慢走。沈婉，别装聋作哑，你这店开得不错，念在咱们夫妻一场，我也不多要。以后，你这店里每天的流水必须按时交给我1半。你这店可有我家老陈的1半呢。你一个女人抛头露面不安全，只要你交钱，以后我用红星厂厂长身份罩着你，保证工商税务没人敢来搞你啊！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陈厂长，出门左拐，走2条街是市精神病院，去晚了，我怕医生下班治不好你的疯病。沈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店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哟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这时候还装清高女强人呢？你一个快50岁的下岗老女人，被我们家老陈扫地出门，净身出户，你哪来的本钱盘下这么大的店面？指不定是背地里认了几个老干爹，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换来的钱呢？这钱是用我陈家的手艺赚的，今天我必须拿走1半。陈建国，你再往前伸1寸试试，看看是你的手快，还是我的刀快？行，沈婉，刀玩的挺溜啊！大家给评评理！你沈婉天天在这个满身油烟的地方起早贪黑的炒菜，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你哪有时间管孩子的死活？哪有时间辅导他的功课？沈婉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
你要是不把这家店的经营权和一半的流水交出来，我明天一早就去法院起诉你。我是国营大厂厂长，我有稳定的收入和房子，而你只是个天天闻油烟的个体户。你猜法院会把孩子的抚养权变给谁？你信不信？只要我动动关系，能让你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妞妞一面。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。陈建国，老陆，他要抢妞妞。婉儿，松手，刀放下。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陈厂长是吧？好歹也是个带把的爷们儿，一把年纪了，跑到前妻起早贪黑开的店里，明抢暗夺，欺负一个女人和一个7岁的孩子，你丢不丢人？我当是谁这么大口气呢？原来是个在后厨洗碗的下岗老头啊！大家看看，一个臭洗碗的，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废物，还跑出来冲英雄救美呢！怎么，老板娘给你多发了2块钱工资，你就连命都不要了？哎呦，老陈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沈婉，你可真行啊！我原本以为你多清高呢，原来离了我们老陈，你是耐不住寂寞啊！居然在店里找了个下岗老头当姘头，一个老寡妇，一个穷光棍，在后厨里眉来眼去的，真是天生绝配呀！难怪这老头这么护着你呢。你们说完了吗？让开，泼脏水了！沈婉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赔我的衣服！老陆是我店里的人，他凭自己一双手干活吃饭，干干净净，轮不到你们2个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畜生站在这里评头论足。抚养权，你陈建国尽管去告，我沈婉就是倾家荡产也陪你打到底。现在带着你的小老婆给我滚出我的饭馆，滚！滚吧！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，赶紧滚！臭死了，别影响我们吃饭。沈婉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才你疯了！老陆，别洗了，擦擦手吧。今天对不住，你本来就是来帮个忙，却让你跟着我受这种脏话的委屈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这大半辈子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几句不痛不痒的屁话，伤不到我。只要能挡在你前面，只要能护着你，别人说什么，我老陆不在乎。没有年轻人的拥抱接吻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，只有中年男女在这逼宰的后厨里，目光交汇间，那种懂你委屈、护你周全的极致拉扯。大妹子，厨房都收拾妥了，我去巷子口的小卖部买包烟，顺便看看前门锁好没。你累了一天，早点带妞妞去后院休息。去吧，外面风大，把拉链拉上。
陆董，阿强，在。红星机械厂厂长陈建国，去查他的底，公款、账目、私生活，所有的烂账全给我翻出来。他今天用哪只手指着他，我就要他哪只手永远翻不了身。史密斯，陆董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市里那个1000万级的外资合作项目，不要给市府推荐的那几家龙头企业了，指定给红星机械厂，点名让他们的厂长陈建国全权负责。陆董，红星厂的设备和资质根本达不到我们的要求，把1000万级的项目给他们，我们会有巨大的损失。给他，不仅要给他，还要给他开出比市价高3倍的利润空间，让他觉得自己被天上掉下来的金山砸中了。但是，在合同的附件里，给我下最严苛的对赌协议和连带责任条款，产能、良品率、交货签，只要有一项不达标，我要他个人不仅要倾家荡产，还要背上巨额的违约金。我要让他爬上云朵，以为自己掌控了世界，然后再眼睁睁看着自己摔得粉身碎骨。经过外资考察团的郑重决定，1000万级核心项目正式落户红星机械厂，陈建国同志提拔为项目总厂长。老陈，1000万级啊，总厂长啊，咱们发财了！你要成厂里的最富了。陈总，这是合同，利润极其丰厚，但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。附件里的对赌协议您看清楚，如果产能和良品率达不到95%，您作为法人代表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违约金是项目总额的3倍。哈哈哈哈哈！代表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红星厂别的没有，就是工人多，干劲儿足。别说95%，就是100%的良品率，我也给您拿下来。厂长，出事了！咱们厂那些70年代的老车床根本达不到外资要求的精度，良品率只有不到70%。这批货明天就要交了，咱们要违约了。违约意味着他不仅要丢了厂长的乌纱帽，还要背上300万的天价违约金。放屁！不能违约，绝对不能违约！去买新设备，买最先进的进口机床。厂长，账上没钱了啊！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没钱就去借，去贷款，滚！出了事我担着。只要新设备一到，产能提上去，这1000万级的项目就是我的，我能赚10个厂子回来。拿去，马上给我把钱弄出来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科长，我记得这条街是属于咱们厂区3产规划的范围吧？是的，厂长。不过那铺面之前废弃了，街道办就租给个体户了。既然是咱们厂的规划范围，怎么能让外人站着赚钱？现在厂里刚买了新设备，资金紧张，这饭馆一天的流水不少，正好拿来填补厂里的亏空。去，带上你的人，想办法把这店给我收编了。厂长，那老板娘要是不肯交呢？哼，我是总厂长，这片地盘我说了算。不交，那就搞事情搞到他交为止。都别吃了！红星厂总厂长办事，闲杂人等全给我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吗？抢劫？沈婉，你说话注意点。看清楚了，厂部最新决定。要收回这片街区的铺面搞3产，你这间饭馆从今天起被厂里强制征用，店里的设备、桌椅还有账上的钱，全部作为厂里的集体资产没收。陈建国，你发什么疯？我的铺面是跟街道办签的合法合同，你有什么权利征用？街道办，现在我是1000万级外资项目的总负责，谁都得给我几分薄面。我说征用就是征用。
沈婉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2个小时，带着你那口破锅、妞妞，还有你那个洗碗的下岗老头，马上给我滚出这条街！2个小时后，要是你们还不滚，我就让人把这破店砸个稀巴烂！陈建国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我跟街道办签的租赁合同，白纸黑字，10年的承包权，租金我已经交清了。你一个机械厂的厂长，手伸的再长也管不到街道办的头上，你算老几？说收就收。街道办合同。沈婉，你是不是在厨房里待傻了？老子现在是千万级外资项目的总厂长，领导都得把我当财神爷供着。在我的地盘，我就是法。我说这合同是废纸，它就是废纸。今天这店不仅要收，账上的钱我也要1分不少的带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把收银台砸开，把后厨给我占了。谁敢拦，就往死里打。谁敢动这里的半个碗，我剁了他的手。反了，反了！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下岗老掘墓，还敢拿斧头吓唬人？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给我上！把他那条拿斧头的胳膊给我废了！出了事算我的！时间到。时间到。哎呦，总监先生，您怎么亲自到这种又脏又破的苍蝇小馆来了？您千万别误会，这刁妇占着我们厂的铺子不走，我正带着保卫科给您清场呢。您小心脚下，别脏了您的高级皮鞋。总监先生，您放心，我马上把这饭馆的流水收归到厂里的账上。咱们那千万级的合作，资金链绝对不会断，绝不影响。Shut up！ 陈建国，闭上你的臭嘴！总监先生，您这是……经我方全面严格的质检，你厂生产的第一批次核心部件良品率不足50%，全是一堆废铁。根据对赌协议第7条，外资方即刻单方面中断与红星机械厂一切合作。不可能！我买了新设备啊！总监先生，求求您再给我3天，不，1天时间，我一定能达标。晚了！而且我们在审计中发现，你为了购买新设备，私自违规抵押了厂区的核心资产和地皮。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触发了合同附件中的连带责任条款。陈建国，你个人必须在半个月内赔偿外资方违约金500万人民币。陈建国，你这个蠢猪，你惹出破天的大祸了！物资方刚刚直接给市里发了撤资公讯，你不仅弄砸了千万级的项目，还违规抵押了国有资产。从现在起，你被正式停职查办，半个月内，你要是填不上这500万的资金空洞，纪委和检察院立刻去抓人。你准备把牢底坐穿吧？快走快走，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。是他陈建国自己作死。撤！
陈建国，你的报应到了，滚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地。妞妞，还有妞妞。沈婉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变更抚养权起诉书。没错，我要夺回妞妞的抚养权。沈婉，我知道你这店现在很值钱，我可以去法院撤诉，把女儿永远留给你。前提是，你马上把这间饭馆卖了，加上你账上的流水，给我凑够500万。500万。陈建国，你是在做梦还是疯病又犯？你以为你能赢吗？你就算再能赚钱，在法官眼里，你也是个快50岁的、天天闻油烟的单亲老女人。法庭看的是阶层，是背景，是教育环境。你信不信？只要我站上法庭，法官当庭就会把妞妞还给我。破财免灾，还是永远失去女儿？你自己选。500万，我沈婉就是把钱扔进河里听个像，也绝不会给你这种人渣1分钱。想拿女儿要挟我？好啊，陈建国，咱们法庭见。婉儿，这场官司你不用操心。我有个亲戚在省里挺有关系的，顶级的律师团队，明天一早接手这个案子。我保证，陈建国在法庭上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，他赢不了1点。老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有通天的本事，但是这次我不能靠你。为什么？他是一条被逼急的疯狗，什么脏水都会往你身上泼。因为他攻击的不是我的钱，他攻击的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资格。是他觉得我岁数大了，离了男人就不配拥有抚养女儿的尊严。如果我靠你找的律师赢了，他只会觉得我是靠上了另一个男人。这口恶气，这场属于我自己的仗，我必须亲手打赢。尊敬的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陈建国先生是本市大型国营企业的高管，他拥有极其优越的经济条件、宽敞的住房以及完整的家庭结构。原告律师完全具备给7岁女童提供最优质教育和生活环境的能力。被告沈婉，你的代理律师呢？如果没有聘请律师，法庭可以为你指派法律援助。法官大人，我不需要律师，今天我为我自己辩护。法官大人，被告声称要自己辩护，这恰恰证明了他的固执与无知。被告沈婉今年已经39岁，属于高龄单身女性，她的精力和体力已经严重衰退。她经营着一家充满油烟、极其低端的街边饭馆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干着最粗重的体力活。试问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她怎么可能给一个7岁的女童提供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？不仅如此，据我们调查，被告的饭馆里鱼龙混杂，3教9流，什么人都有。而且，被告在离婚后不久，就长期在店里收留了一名来历不明的单身的下岗老头，两人关系极其暧昧不清。法官大人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让一个年幼的女孩生活在这样男女关系复杂、乌烟瘴气的环境里，对女童的心理健康是极其毁灭性的打击。为了孩子的未来，抚养权必须判给我的当事人陈建国先生。被告，原告律师的陈述，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？
法官大人，这是我晚记饭馆开店以来的合法纳税证明。下面那一本是我上周全款买下市中心第一实验小学旁边一套90平米学区房的购买合同和房产证。原告律师说我饭馆低端，环境恶劣，但我凭自己干干净净的手艺赚钱，不偷不抢。我赚来的每一分钱都能给我的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。我的经济条件远比一个被外资方索赔500万，随时可能因为挪用公款而入狱的所谓厂子高管要安全得多。反对，被告在毫无根据的诽谤我的当事人。是不是诽谤？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既然原告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好父亲，说他能给孩子更好的未来，那好，我不跟你谈钱，我只问原告3个问题。第一问，陈建国，妞妞今年上小学几年级？在哪个班？他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？二年级吧，好像是在3班。班主任姓李。他今年刚上1年级，在2班。班主任姓王。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上几年级都不知道，你有什么脸说你关心她的教育？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工作繁忙。第二问，妞妞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听的睡前故事是什么？她最害怕的颜色是什么？她换牙的时候掉了几颗牙？故事：白雪公主。颜色：黑色。我怎么会记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？是哪吒闹海。他最怕红色，因为那是血的颜色。他掉了3颗牙，每一颗都是我陪着他拔的。你嘴里的鸡毛蒜皮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全部，而你缺席了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法官大人，我反对！我反对！被告的问题极其主观，完全是情绪化的宣泄，与本案抚养权的归属毫无法律关联，请法官制止被告的胡闹。反对无效。被告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原告是否尽到了父亲的抚养。原告，请继续回答。陈建国，最后一问：妞妞对什么食物有极其严重的致命的过敏反应？吃下去会休克的那种。海鲜？对，是海鲜。要不就是牛奶。是花生。5岁那年，你妈在乡下，硬塞给她一块花生酥，她当场休克，浑身青紫，差点死在县医院的抢救室里。而那个时候，你这个所谓的好父亲在哪里？陪市里的领导喝茅台，你连医院看都没来看一眼。陈建国，如果今天我把女儿交给你，明天她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根本就不配当爹。法官大人，各位，刚才对方律师说我48岁了，是个高龄单身女性，精力衰退。是，我不再年轻了，我的眼角有了皱纹，我的手上长满了老茧。但我48岁，我靠自己这双长满老茧的手，买得起市中心的学区房，开得起这条街上最火的饭馆。我能给我女儿端上最干净的饭菜，能给她撑起一个最安稳的家。母亲的爱从来不是用年龄来衡量的，女人的价值更不是由青春和男人来决定的。我48岁，我堂堂正正的赚钱，清清白白的做人，我凭什么不能养大我的女儿？本庭宣判。本庭宣判，原告陈建国在婚姻存续及离婚期间，未尽到作为一个父亲的基本抚养与保护职务。被告沈婉虽然属于单身母亲，但经济独立，品行端正，完全具备给女童提供优良成长环境的抚养能力。现在本庭正式驳回原告陈建国全部诉讼请求，维持原判，退庭。沈姐，好样了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
不，我不服！沈婉，你毁了我那500万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停职期限就剩3天了，我去哪儿弄500万啊？老陈，有救了！市里为迎接最高级别的外宾考察团，要举办国宾级厨艺大赛。舅舅，你以前不是在高级西餐厅打过工吗？这是咱们最后翻盘的机会，你必须去参赛，必须拿下冠军。老陈，你疯了！我只是个端盘子的，我哪会做那种高级菜啊？不会做也得做。外宾都喜欢吃洋人的东西，我这就去再借点钱，给你买最贵的食材，买最高档的厨师服，就算是用钱砸，也要把这冠军给我砸下来。沈老板，这届厨艺大赛是国宾级别的。哎呦，市里那些酒楼的厨子全在研究怎么做西餐讨好外宾，简直是本末倒置。咱们泱泱大国需要真正的中国味道来镇场子。这届大赛你必须去。齐老，您放心，咱们中国的胃绝不向洋玩意儿低头。这比赛我去了。老陆，最高级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这叫扫汤，用肉蓉吸附汤里的杂质，反复3次。我要让这锅汤清澈的像白开水一样。婉儿，你这手艺，明天绝对能惊艳全场。阿强，陆董，明天市体育馆的厨艺大赛，安保级别给我提到最高。沈建国那条疯狗走投无路，极有可能会在食材或者评委身上搞暗箱操作。你亲自带人去盯，一只苍蝇都别给我放进去。我要这场比赛绝对的干干净净，绝对的公平。明白，谁敢动歪心思，我就提前干掉他。婉儿，特别期待明天你在赛场上的表现。国宾厨艺大赛正式开始。沈婉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可是国宾场合，你以为是在你那个充满地沟油的破街角吗？你看看你案板上那几根破菜叶子，你这种下岗老女人还想靠大锅炒菜在这里丢人现眼，简直是拉低了整个大赛的档次。时间到，请1号选手林娇呈上作品。各位尊敬的评委，这是我用最顶级的和牛和黑松露制作的，绝对符合您们高贵的口味。太差了，简直是一场灾难！火候完全失控，外皮焦糊，里面的牛肉却还带着腥血。你以为把所有昂贵的食材堆在一起就是高级吗？黑松露的香气完全掩盖了牛肉本身的质感，华而不实，没有灵魂。我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，是为了品尝拥有5000年历史的真正的东方美食，而不是来吃这种极其拙劣的，连我们国家街边快餐都不如的模仿品。0分。接下来有请晚季坐馆主厨沈婉女士呈上作品。
你是不是疯了？在这种国宾场合，你居然给外宾喝白开水煮白菜！各位评委，他这是在侮辱你们！这种下岗女工根本不会做菜，赶紧把她赶出去！陈建国，你这种满脑子只有金钱和权力的俗人，永远不懂什么叫中国菜。各位评委，这道菜名叫开水白菜，它看似清汤寡水，但这汪白水是用极品老母鸡、火腿、干贝、排骨熬制整整10个小时，再用瘦肉蓉反复扫汤3次才滤出的至清高汤。大道至简，大巧不工，汤清如水，却汇聚了百味之精，请各位品鉴。不可思议！这看起来像水，但味道就像是把100种顶级食材的灵魂都浓缩在了这一口汤里。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顶级的美味，这才是真正的东方魔法。不可能，1碗白开水怎么可能？老陈，他要是拿了冠军，咱们那500万违约金怎么办？你要坐牢的！各位观众，看来本届厨艺大赛的冠军已经毫无悬念。他作弊，这场比赛不公平。陈建国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，白开水煮白菜怎么可能有这种味道？他一定是在汤里加了违禁的化学阳精，甚至是大烟壳。不能喝，这汤里有毒！这个恶毒的老女人想毒死你们！必须立刻取消他的比赛资格，把他抓起来查清楚。这汤是我用老母鸡和干贝吊了10个小时的高汤，没有任何违禁添加剂。你们可以立刻拿去化验。化验个屁！等你销毁证据就晚了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女人，想踩着我翻身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为了外宾的安全和大赛的尊严，先取消8号选手沈婉的成绩，吹响他们对书记大赛章句。把人带到后台保安室，严格审问，快！妈妈最棒！我相信你。领导，您来的太是时候了。这个刁妇在国宾比赛里下药作弊，差点酿成外交事故。我正在配合保安维护赛场纪律。哼！陈建国，还认识我吗？抱歉，婉婉，我来晚了。你是那个洗碗的下岗老头？你穿成这样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陈建国，你给我闭嘴！各位，请允许我介绍，这位
就是本次大赛的最大赞助商，也是我们市重点招商子对象百亿侨商财团的董事长陆征先生。陈建国，你不仅当众污蔑我的未婚妻，律师，这里面是你违规抵押压厂区资产，挪用公款，涉嫌职务村日的300万铁证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的下半辈子就在牢里慢慢还吧。百亿富豪下岗老头申婉，你骗得我好惨啊！老陆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是百亿富豪？婉婉，我这里太吵了，回店里说。婉婉，我隐瞒身份不是有意骗你，我只是怕我知道你是侨商财团的董事长，就不敢收留你这个下岗老头了。陆董，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，也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劈柴洗碗，但以后这小饭馆您还是别来了。为什么？陈建国已经进去了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们母女了。因为我48岁了，前半生我把命搭在陈建国身上，最后被扫地出门，好不容易靠着这口锅站直了身子。陆董，你站得太高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不想再做依附任何男人的金丝雀。天晚了，陆董请回吧。老板，这女人太不知好歹了，我去跟她说。老陆，我承认我动心了。看着你为我挡刀，为我洗碗，我这颗死了几十年的心确实活了。可你太耀眼了，我输过一次，输掉了一切，我真的不敢再赌了。你快看，陆伯伯在外面洗菜，他洗的萝卜比以前还要干净。婉婉，今天降温，我怕你一个人搬不动这些煤。你疯了吗？上亿的买卖你不去谈，跑来这儿洗萝卜。上亿的买卖哪有你重要？陆董做不了你的主，但老陆还能给你洗一辈子萝卜，管饭就行。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，大批职工面临下岗问题，如何解决再就业问题？老陆，我要把这些钱全花了。够不够？不够，我让财务再给你花5000万。够了。老陆，你出去看看，
这街上到处都是迷茫绝望的下岗女工，她们40、50岁，没学历，没退路，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我想办一所学校，教他们颠勺，教他们切菜，教他们手艺。我想给他们递把刀，教他们怎么切开这条绝路。放手去干，陆氏财团全资入股，做你的底气。姐妹们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在害怕什么。有人跟你们说，女人过了40下岗了，这辈子就看到头了，只能回家做饭带孙子，看人脸色要生活费。但我觉得他们是在放屁。我今年51岁，我48岁的时候净身出户，背着一口锅流落街头。但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只要你的手还能拿得起锅铲，只要你的心还不认输，女人的好日子随时都能重新开活。50岁，有一门手艺，一个懂我的爱人，和一群重新站起来的姐妹，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。